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把这一件在二手店找到的男性长袖的衬衫改成的平口的连身裤。原本的设计是希望可以做成一个非常低的大 V 领，但是因为布料的关系，所以我只能做成平口，但大家可以考虑用同样的方法做成大 V 领，也是会非常适合。首先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肢解开来，包括扣子、口袋、领子跟袖子等等。肢解完之后会有一个主要的前板跟背板，一个小口袋跟2只袖子。等一下我们要拿袖子来做上衣跟包边带。剩余的这一些布料偏少，应该是不会用到了，但是你可以把它储藏起来，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其他的用途。上衣的部分我们拿其中一只袖子来做，正面对正面对折之后，我们要先把下面圆弧的多余的布料剪裁掉。你可以在这时候做一个大 V 领最低点的一个位置的记号。测量自己想要的肩带的长度，然后在这个布料上做记号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多留了2公分以及1公分的缝份。那时候觉得布料还够，所以在两侧的部分我还多做了一个袖子接口会有的弧线。剪裁掉多余的布料之后，我发现领口的设计必须做改变，因为在袖子的尾端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叉。所以重新测量了一次我想要的领口的高度之后，我把它剪裁出一个平口，但是两角有圆弧状的领口。把剩余的布料拿出来，剪裁出大概3公分宽的包边带。延长这个包边带的做法是可以把缎带像这样子正面对正面90度垂直的摆放，那等一下在结合的时候就缝在它们45度斜线上。把多余的布料剪裁掉之后，两边往外摊平，用熨斗烫过一次，包边带就准备好了。像这样子的布料，我们要避免它在缝纫的时候拉扯变形，会皱皱的。我们可以在边上先缝一条针距比较小的平针，然后等一下用包边带收尾。包边带对齐领口，缝在1公分左右的位置上。遇到像这样子转弯的时候，就慢慢的缝。角落部分剪几个开口，整个包边带用熨斗烫过之后，反翻到背面，我们要往内翻折2次，把不好的那个须边包起来之后，要缝在这个边上1公分的位置。我在测量之后，把刚刚剪出来的袖口弧线也修整掉，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收边。接下来要做的是肩带。
肩带的宽度就是刚刚上衣保留肩带的这个距离，再加1公分的缝份，或者是如果你两边都要做缝合的话，就多加2公分的缝份。缝制出一个管子状的东西之后，用别针把它们由里往外翻。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东西叫做 loop turner 翻带器的东西，把它翻到正面来。用熨斗烫平之后，翻到你喜欢的那一面，对齐上衣的正面，在大概0.5公分或者是1公分的边上做结合，然后再翻到正面，缝一条平针加以固定。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个上衣做一些腰绳。这个腰绳因人而异，如果是做给小孩子的话，那大可不必做。如果你的胸部比较小的话，腰绳可以做比较少。但如果你的胸比较大的话，你的腰绳可能就要拿掉比较多的布料。腰绳的长度就直接到你的胸部顶点往下2公分左右的位置。你可以画一条辅助线来帮助你缝这个腰绳。接下来要做下半部的部分。原本的想法是要做成裤子，但如果你的布料不够的话，你也可以做成裙子。我再把下半部的这个布料上下对折之后，在背后的中线直接裁切成左右2半，对齐侧线之后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。我想要利用这个原本是袖子口的弧度来做给胯部的弧线。你可以测量前胯部深度跟后背的胯部深度所需要的长度跟宽度，画出类似这样子的弧形。这个弧线我来来回回修整了5次，才达到我想要的那个弧线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拿其中一只脚的裤管来做侧线的缝合。其中一条裤管的侧线，我在上缘的部分留了一些空间，没有做知识型收边，是为了等一下要放拉链。试穿之后觉得 OK， 就可以用之字形收边。等一下要跟上半部结合的这个边，也可以把多余的布料剪裁掉。再次为了胯部做一些修整之后，我决定要在裤管的地方再安插多一块布料，所以我把弧线下面的接缝处的缝线也全部拆除，应该是说全部剪掉。我想要知道它需要补足多少，所以要先做的是把这个算是胯部的弧线，前胯部跟后胯部都先缝合在一起，先不要用之字形收边。为了等一下要多补一块布料上去，我把它原本的收边拆开了大概5公分左右，用熨斗先烫平。需要补足的布料就是跟这个裤管等高，然后是你需要补足的这个宽度的矩形。
把这块布料正面对正面对齐裤管要结合的地方，然后缝合在这边上。试穿之后觉得没问题，就用相同的方法把另外一只裤管也增加它的宽度。再次试穿没有问题之后，就可以用之字形收边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胯部的地方也做结合，这样左右两个裤管就结合在一起了。裤管下摆的部分，就用它原本的收边的方法，往内翻折2次，缝一条平针。接下来要缝合拉链。我刚刚在做这个缺口的时候，之字形收边好像收得太上面了，所以拆掉一些缝线之后，等一下我们要先缝一条比较长的平针，把两边稍微固定在一起，然后拿隐形拉链的正面面向下面，也就是衣服的背面，像这样子对齐之后，我们要缝在拉链的两侧。缝完之后，再把刚刚稍微固定的这个长针距的缝线拆掉，这样隐形拉链就安装好了。上半部跟下半部做好之后，就可以结合在一起了。正面对正面，我们先用大头针稍作固定，等一下我们要用包边带的方式，一口气把腰带收好。包边带的正面朝下的状态，我们要用3/4的缝法，一口气把包边带、上衣跟裤子缝合在一起。测量你想要在背部放这个肩带的位置，然后用大头针跟包边带一起固定在一起。我自己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收边方法，它会让内部看起来非常的利落干净。跟刚才领口一样，把缝缝包起来之后，再往内翻折1次，就会把这个边收起来了。遇到有留缝缝的地方，你可以把缝缝剪开，然后左右往两边摊平，再来折，会比较没那么厚。然后沿着这个包边带的开口缝一条平针，这个腰带就收完了。到这里应该就做完了，但是我想要再让前版上衣的部分再服帖一点，所以我在胸部的2寸接近袖子口腋下的地方再多做了一个胸绳。缝完这个部分之后，这个旧衣改造就做完了。这集同样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旧衣改造的支持。
未来也还是会持续推出就医改造初级、中级跟比较难一点的挑战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咯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